走丢1年多的狗子突然自己回来了，可女主人看了半天却说这不是她的狗，不过从毛发上来看又有几分相似。男主带着狗子在家里溜达了一圈，可小白好像很熟悉家里的环境，根本不像第一次来。玩累了他还知道回到狗窝里休息，并且男主下达的指令他也能听懂。男主表示这就是小白，可女主人却坚持说不可能，因为他长得一点都不像。女主说自家狗狗在1年前就走丢了，按理说回来的概率很小，这只狗狗长得膘肥体壮，哪里有半点流浪的样子呢？况且以前的小白不但调皮，还好吃懒做，而回来的这只狗狗性格温顺，还十分乖巧，完全不像以前的小白。不过看狗子一副自来熟的模样，王大婶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，难道这真是以前的小白吗？为了验证狗子的身份，女主拿来了小白以前最喜欢吃的狗粮，可狗子只是闻了闻，一点胃口也没有。气不过的大婶直接抓起狗粮就往小白嘴里塞，结果狗子宁愿吐出来也不肯咽下去一颗。大婶说以前的小白每次都能吃上2大盘，可这只白狗却很挑食，难不成它真是冒名顶替的吗？第二天节目组走访了附近的村民，但大家都说没有见过这只白狗。随后女主拿出小白以前的照片，通过照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走丢前狗狗的耳朵是趴着的，可回来后狗狗的耳朵却立了起来。除此之外，自家的狗狗一直都很瘦，可这只白狗明显胖了许多，而且它们的毛发也对不上了。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，王大婶请来了宠物专家，专家看了半天也没分清楚真假，最后只能求助本地的兽医。兽医在经过仔细比对后，发现2只狗狗的鼻头有一个共同特点，右侧都有一条横线，并且图形也一致，这说明2只狗狗其实是同一只。至于说狗子的耳朵为啥会竖起来，兽医表示这种狗长大以后耳朵都会竖起来，可大婶还是不敢信，因为小白以前最爱吃狗粮了。兽医解释说，也许是小白走丢后被好心人收养，在那边天天吃肉伙食太好了，所以回来后小白自然就胖了，不吃狗粮也是正常的。回来后大婶做了一份鸡肉泡饭，然后端给小白，果然这家伙大口的吃了起来。看着狼吞虎咽的狗狗，大婶疑惑地说道，这家伙该不是因为伙食不好才跑掉的吧？确定狗子就是小白后，大婶很高兴，这种失而复得的心情或许只有养狗的人才会懂吧。女主表示接下来会提高小白的伙食，可不能再让它跑丢了。狗子听完后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心里默念着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。一只松鼠想要伸手去拿小哥手里的松子，可犹豫再三还是把手收了回来。小哥见松鼠如此腼腆，便不断将松子塞进小松鼠怀里。突如其来的幸福让小松鼠有些不知所措，直到怀里被塞得满满当当，小松鼠还呆呆地愣在原地。为什么这只小松鼠一点不怕人类呢？原来几天前小哥在丛林游玩，无意在路边偶遇了这只松鼠。刚开始小家伙还不敢靠近，可见到小哥手里的松子后便凑了过来。小松鼠一直盯着小哥手里的松子，见对方如此拘谨，小哥随即说了一句，都是你的，不过我这里还有。小松鼠一听有点懵了，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这家伙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呢？小松鼠陷入了无限的沉思，看见松鼠没有反应，于是小哥告诉松鼠，你放心吃，不过我包里还有呢。小松鼠犹豫了一下，想伸手去拿眼前的松子，可突然脑海中浮现妈妈的叮嘱，马上又将手收了回来。妈妈说不能轻易接受别人的礼物，况且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。小松鼠反复斟酌妈妈的话，面对如此诱人的松子，小家伙也是非常纠结，自己到底要不要吃点呢？毕竟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。小哥也是被松鼠的样子逗笑，小哥刚想解释清楚，可小松鼠早已不见了踪影。第二天，小松鼠直接奔向了小哥，他知道小哥不是坏人，可当小哥拿松子给他时，小松鼠却跑开了。原来身边还有其他人。小松鼠仔细打量着对方，看见小姐姐手里也拿了一把松子，松鼠上前看了一眼，便连忙跑开了。临走之前，小松鼠告诉小哥，下次别带其他人过来了。几天后的清晨，小松鼠又跑了过来，小哥为他准备了丰盛的早餐。这回松鼠没有客气，直接上前大口的吃起来。小哥拿起小蘑菇想让他尝尝，可松鼠似乎并不感兴趣，一颗小小的松子却装满了小松鼠简单的快乐。对于小松鼠而言，幸福就是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松子。吃饱喝足后，小松鼠高兴地在草丛里跳来跳去，似乎很开心自己能交到第一个人类朋友。从此以后，小哥也会经常为小家伙带来松子，而小松鼠也把小哥当成了朋友，经常肆无忌惮地从小哥手中抢走松子。有了这个土豪朋友，不知道小松鼠会不会吃成个大胖子呢？眼前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的一幕多么温馨啊！万物皆有灵性，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对待。这么该萌的小家伙，你爱了吗？
女孩最讨厌的狗死了，她却比任何人哭的都要伤心，因为天生怕狗。邻居家的恶犬成了她童年的阴影，每次从邻居家路过，狗狗都会对她犬吠不止，因此女孩每回都要躲得远远的。这天，女孩经过时，老奶奶告诉她，狗狗并没有恶意，它只是想保护自己的主人。女孩尴尬地笑了笑，她可不相信凶神恶煞的狗不咬人。1周后，女孩发现老奶奶去世了，而狗狗守在一旁始终不肯离开。没办法，医护人员只能强行将担架推走，可狗狗并未就此离去。望着紧追不舍的狗狗，女孩陷入了沉思。从那天开始，狗狗再也没有叫过，它只是静静地蹲在门口注视着远方。第二天，女孩出于好心，便给了它一串鱼丸，可狗狗连看都没看，难道它是想随主人而去吗？第3天，女孩又送来了食物，可它丝毫没有理会。第4天，狗狗已经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，此时女孩被震惊了，她尝试摸了摸狗狗来安慰它。终于在第5天的时候，狗狗接受了女孩的食物，看见它肯吃东西，女孩终于放心了。走着走着，她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当转身的那一刻，她发现狗狗竟然跟了上来。女孩开心地笑了，她呼唤着狗狗的名字，这是2份接受彼此的双向奔赴。女孩将它带回了自己的家，帮它洗去昔日的悲伤，还特地准备了一份小礼物。从此，狗狗有了新的主人，女孩给了它第2次生命，而狗狗则成了它形影不离的忠诚护卫。普通的车站是他们分别的终点，同时也是再一次相见的起点。有了狗狗的陪伴，女孩每天都很开心，他们一起奔跑，彼此陪伴。白天，她是女孩的专属保镖。这一刻，女孩终于知道，原来老奶奶没有骗她。夜晚，女孩准备考学，狗狗就乖乖地待在一旁。一天夜里，狗狗突然犬吠不止，听到声音的父亲走了出来，原来是电源起火。一场火灾因狗狗的及时发现而被避免，女孩很是欣慰，原来她真的是自己的保护神。第2天，狗狗像往常一样送女孩到车站，可放学后熟悉的位置却没有见到狗狗的身影，她顿时有些不安。不远处，一群人似乎在围观什么，仅一眼，女孩原本平静的情绪顿时被打破，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，原来狗狗在等她时出了车祸。女孩哭了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她祈求大家帮帮自己的狗狗，可除了惋惜，她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女孩抱起受伤的狗狗，拼命的在路上狂奔，她一边哭泣一边呼唤着狗狗的名字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宠物医院，女孩疯狂地敲打着卷帘门，可这扇分别的铁门却怎么也打不开，因为没能及时抢救，狗狗最终永远闭上了眼睛。女孩紧紧将狗狗搂在怀里，这是她第一次体会到撕心裂肺的痛。她回忆起了与狗狗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从最初害怕狗到开始逐步接受，再到彼此的相互陪伴。虽然它是一条狗，但却给了女孩最忠实的守护与陪伴。一颗颗的泪滴不断从女孩脸颊滑落，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这般心痛。这一刻，女孩下定了决心。几年后，女孩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宠物医生，用一颗有爱的心拯救了无数的小生命。一条狗改变了女孩对动物的看法，同时也改变了她的人生。有人问女孩如此优异的成绩为何选择这样的职业，女孩只说了4个字：不留遗憾。愿每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